妈，我好饿，能不能给我煮碗粥？就你这病样子，吃了也是白糟蹋粮食。这是我最后的一点米了，已经3天没吃东西，我求你了。饿死了才好，省得浪费粮食。鸡生了蛋卖钱，也比养你这个赔钱货划算。妈，我做错了。我实在是撑不住了，宝宝就是磕破了脑袋，也吃不上这点米，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洗衣做饭的伺候你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功劳？你连会下蛋的母鸡都不如，你谈什么功劳？你看看你，嫁进来这么久，连个崽子都没给罗家生下来，还想吃米？怡如，你在吗？美静她是我的好姐妹，还是厂里的副主任。她要是知道你们这么对我，一定会去街道办揭发你们。是吗？哎，我倒是想看看。怡如，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啊？姐姐，我有刚他对我不闻不问，他们还把我关在这里，我得了肺炎，他们连药都不给我吃。你这病秧子就是偷懒不想干活。他把我最后的一点米都喂给了鸡。美琴，你是厂里的副主任，你去街道办揭发他们。揭发？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呀？你在说什么？谁让你出来？活该！看你病成这样，也没几天了。那有些事情我就告诉你吧。之前厂里的翻译项目，我只不过动了一点手脚，就把你的功劳全都给拿了。还有你这肺炎，伯母给你炖的补药里，我可是加了点好东西。这病啊，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我把你当成亲姐妹，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摔死了好，省得在这碍眼。你们都在算计我。妈妈，你怎么了？不是欺负我妈妈，我要告诉老师，找个警察叔叔。爸爸，他们欺负妈妈，我们快去打坏人。
乖，先去吃饭，一会儿鸡腿就凉了。我不吃鸡腿，我要保护妈妈。走，跟奶奶走，走，走。我永康，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亲爱的，告诉他，你不会真的以为这孩子是从孤儿院领养的吧？你看他的眼皮，跟我就是一个模克。他是我跟美琴的亲儿子。人一直不孕不育的药啊，其实都是假的，那只会让你更生不出孩子。小晕，没那么容易。你们都不得好死！我要去告发人，我要让你们都去坐牢！自打把你关进柴房的那天，你就注定要死。明天我就找人把你埋在后山。下个月我就和美琴结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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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那不是我结婚的第1年吗？我重生了。上辈子我被身边人骗得团团转，最后死在了后院柴房。最可笑的是，我当成宝贝养的孩子，竟然是我闺蜜和丈夫的私生子。既然老天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定要好好谋划。这一世，我要有大好的前程。你们欠我的，我会连本带利讨回来。一如啊，妈给你送药来了。伯母给你炖的补药里，我可是加了点好东西。好个善良大方的婆婆，这一碗碗汤药分明是催命符。这药啊，得趁热喝。我等会儿再喝。一如啊，我听说你们单位要分住房指标了。哎呀，你看你跟永刚住这套院子多宽敞啊，这新房指标不用也浪费了。那不如让给他弟弟永强，将来永强娶媳妇儿啊，总得有套房不是？
果然如此，上辈子你把我辛苦争取的单位指标拿去给你那废物儿子，可惜了，这一世我绝对不会如你的愿。哎呀，你知道的，家里穷，这钱呐都拿来供永刚上学了。弟弟永强辍学早，没工作，罗家呀亏欠他的。你这当嫂嫂的也该把这人情给还上了，把指标让给他不是应该的。这房子呀不用大，2室1厅就行。另外呢，这家具家电得配齐了。这永强娶媳妇儿啊可不能寒酸了。上辈子房子被罗永强霸占，他在房子里聚众赌博，最终还连累我被巨额罚款，最后我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绝不会遂你们的愿。不给，单位指标是给职工的，不允许变卖赠与，被发现要受处分罚款的。这点小事儿，你3点钱就能解决了？顾丽蓉，你爸妈死的时候，多少人都说你克亲人，是我坚持才让永刚娶了你。这个扫把星，这事儿必须帮永强解决了，这才是报答。要不是重生，我差点又被这张巧嘴骗了。当年我爸妈落水时，罗永刚就在旁边，极有可能是他见死不救，隐瞒真相。不给，给我走，走，你给我走！是我没本事，我不中用，我没办法给我儿子买套房。你要是不答应，我就只能死在你面前了。天老爷呀，爹呀，娘哎，我的命咋这么苦啊！我一个人死了不要紧，可千万别拖累我的孩子呀！哎呀，妈，你别去打架嘛！你这是怎么回事？妈，你可别想不开呀你！你可别想不开呀你！快救人！救人！救人！快帮忙！哎，下来，没事吧？没事吧？来，快坐下，快坐下。妈，你没事吧？正好今天这个药还没喝，先给你喝。这药，你想害死我呀？啊，这药不是您给我熬的补药吗？难道这里面装的不是补药啊？哎呀，天老爷呀，我好命苦呀我！这不孝顺的儿媳妇要逼着我去上吊啊！等永刚回来了，我要让他给我讨个说法。那你让他来讨说法吧。自从嫁进罗家，我每个月的工资补贴都交给您保管，您这新衣裳都不舍得买，整天就着剩菜剩饭。现在来单位分房指标，您都要让给小叔子永强。你就算是上吊，这指标我也给不了。你就算是上吊，这指标我也给不了。哎，我说这几天国营商店的肉都被你给包了吧？哼，你好歹也给这顾丫头留一口啊！我可是瞧见了，你儿子的午饭啊，饭盒里的肉都冒尖了。你胡说，你懂什么呀？这永刚每天干的都是体力活，不多吃点肉，这身体不都垮了吗？这女人每天清闲着，吃点清粥咸菜就行了。这搁以前困难时期啊，这不都抢着吃吗？再说了，我不是一样也喝粥吗？这女人呐，她就得会持家，这钱都得省下来用到刀刃上。你们说是不是呀？永刚干体力活要吃肉，我天天上班就该喝西北风。我这半年的工资你到底花哪去了？今天必须要说清楚。不如这样，往后家里的钱啊由我来拿，
省得您拿着我的工资啊当自家钱贴补给你的小儿子，倒让我这个正儿八经挣工资的饿着。这哪还有剩的？这月都不够花。哎，往后啊，您呢就安心的养老，家里的事儿就由我来操心了。您不是说那咸菜清粥好吗？往后啊，顿顿管够，也让您尝尝食家的滋味。下个月我就和美琴结婚。哈哈哈哈哈！怎么回事？儿子，你可算回来了！你看看你这好媳妇儿，我说什么她都顶嘴，还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走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呀！伯母，您消消气，这气坏身体可怎么好啊？梁美琪，前世你踩着我的尸骨上位，这一世我要你血债血偿。都回去吧，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没什么热闹看的。永刚，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你妈做事儿啊也太偏心了。我只是想给你弟弟争取一套房嘛，哪有你这么做嫂子的？连自家小叔子的终身大事你都不管。既然你回来了，那你倒是说说，你妈要我把分配的住房指标给你弟弟啊，出了事谁担着？被查出罚款少说也要800块。800呀！我就是想让你把房子借给你弟弟住一住，你心怎么那么狠呢？行了妈，这事儿回头再说。散了，没什么热闹好看的，都回去吧。一个个的不用上火做饭吗？这么闲吗？怡如，说实话，这事情是永刚哥做的不对，婆媳之间哪有不吵架的呀？可他总该站在你身边护着你啊！又来这招挑拨离间，上辈子我真是瞎了眼。你怎么跟他一起回来的？是在门口碰上的。怡如啊，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咱们小组的翻译项目明天就是最后的期限了。你也知道，我的水平实在比不上你，只能辛苦你了。对了，路过的时候呀，看到这条裙子，觉得你穿肯定好看。果然还是这一套，上辈子就是这条裙子哄得我熬夜翻译文件，最后功劳全被他抢走，踩着我的成果步步高升至副主任的位置，还把我赶出单位。这辈子我可不会如你的愿，你就等着自食恶果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等着。他们绝对没想到，上辈子我不仅把英语学得精通，还自学了法语。给你。怡如啊，谢谢你啊，那我先走啦。庆祝吧，我会在你最得意的时候打破你的美梦，让你体会深渊的滋味。美琴，天太晚，路又黑，还有几个地方在修路，要不你吃了饭就住家里吧。你跟一如是好闺蜜，也算是自己家里人。
那谢谢永刚哥。上次你说想看的那2本言情小说，我借了。晚上我送你房间去。永刚哥，你还记着呢？看不看？看。真是恶心！上辈子我竟没发现这些龌龊的小动作，我看今晚他们还会不会在房间里偷情？美琴，多吃点肉，看你瘦的，不像某些人在家里闲着，对厂里也没做出什么贡献，白下了粮食。谢谢伯母，您真是太疼我了。妈，你这话说的，倒是这汤啊，美琴该多喝点儿。美琴可是在哪都一点不闲着，瞧她那眼窝都凹进去了，可别是累着了。好啊，上辈子你们在桌下偷偷摸摸，我还以为是不小心碰到，这辈子你们依旧在我眼皮子底下苟且，拿我当傻子耍。既然你们非要往枪口上撞，我不介意帮你们一把，这出戏才刚刚开始。果然还是上钩了。永刚哥，你刚刚怎么那么厉害啊？人家都快吃不消了。这万一让郭雨柔听见，可怎么办啊？怕什么？他睡得那么沉，能听见个屁！永刚哥，这怎么回事？这也呛得我难受。快，你先出去！着火了！快来救我呀！快来人啊！救命啊！怎么了？美琴还在里面呢，我叫了半天都没有回应，会不会已经晕倒了？哎呀，劲线这么浓，那80%是熏过去了。让开！放开！哎，永刚，你干什么呢？哎，你是抱着美琴的。哎，你是抱着美琴的。哎，他抱着梁美琴呢。这，对，什么事儿？你这，大家别误会，刚才是我不小心踢翻了煤炉，没有失火，都回去睡觉吧。啊，罗永刚，合着大夏天的你点什么煤炉啊？啊，罗永刚，你跟美琴在里面
孤男寡女的，你们做什么呢？这可不是，大晚上的不清不楚的，伤风败俗啊！罗永刚，你对得起人家顾丫头吗？罗永刚呀，罗永刚，平日里看着你人模狗样的，原来你是这德行。哼，又是同样的痕迹。上辈子罗永刚说是不小心被蚊虫叮咬，我蠢，居然就信了他的话。这辈子可别想就这样糊弄了过去。永刚，你这脖子上的红印看着怎么那么像是口红啊？不是，是刚才美琴不小心摔跤蹭到我脖子上的，真的。一如，你别多想。傻的。一如，你听我解释，这就是一场误会。一如，过几天不是你的生日吗？永刚哥是专门过来找我商量给你惊喜的。哎，去，这都瞎吵吵啥呢？我儿子哪能做出对不起他媳妇的事儿呢？这肯定都是误会。一如，我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你脖子上的是我最喜欢的那条项链，我只跟永刚提过一次，没想到你真的给我买回来了，是送给我的吗？对，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没错，永刚哥怕你不喜欢，才让我戴试试看。我很喜欢。辛苦美琴和永刚了，大晚上的关着门在房间里，原来一直是给我准备惊喜呀。可不是嘛，谁信呢？哎，你装什么呢？我怎么看这事儿都有鬼。深更半夜的孤男寡女，也就是一如善良相信你们的话。哼，当我们看不出你们这些龌龊事儿啊？就是，就别乱说，这一切都是误会。我家里还有事，我先走了。行了，凑什么热闹，都回家睡觉去。哎呀，回去，多管闲事儿。现在还不能离婚。罗永刚在厂里是技术骨干，对外立着模范丈夫的人设。今晚的事最多算作风存疑，离婚太便宜他了。他还能继续风光，甚至和梁美琴光明正大在一起。我要让罗永刚声名扫地，丢掉他骄傲的工作，跟梁美琴狗咬狗过的凄惨无比，现在还远远没过。一如，昨天晚上真的是误会，我跟永刚哥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知道啊，你们是在给我准备惊喜吧？怎么还有生日惊喜啊？除了金项链，莫不是还有翡翠手镯、珍珠耳环？听说厂里来了个新副厂长，还是留洋回来的，也不知道会不会为难咱们女工。我倒是觉得不必担心。听说副厂长在法国时就牵头过中法技术合作项目，帮助过当地华工解决劳资纠纷。这样一个心里装着工人的人，没有什么坏心思啊。
这库拉索拼写错了，多了一个 T。瞎说，这可是李工同事翻译的，这可是咱们厂子最资深的。我也相信李工的水平。怡如，你就别挑刺了吧。法语里 insult 是形容词后缀，这里应该用名词 crasso， 而且这个 polo chocolate 也不对，中间这2个字母之间不能空格。空格不空格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家能看懂不就行了？就是小题大做。法语讲究严谨，空格错误会改变词义。polo chocolate 是固定词组，分开写就是错误表达。而且从法语角度，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废止也有规则。你懂什么呀？就会瞎说。美琴啊，平时我就劝你啊，别只顾着将心思花在打扮上，有空呢可以多看看书，查查资料，不然啊只会闹更多的笑话。要你管！哎，曾副厂长，您来看看，这翻译他跟我说有错。他说的对，的确是拼写错误。这块黑板可是要给外宾看的，闹笑话影响了厂子经营可不好。看来厂子里藏着不少人才啊。你好。你好，我叫曾佳丽。你好，顾怡如。你是留过学吗？没有，我是从收音机和书摊上买回来的资料自学的法语。法语可不是那么容易啃的，能凭着自学到这份上，这股子钻劲和灵气，厂里真是不多见啊。曾副厂长过誉了。哦，对了，刚才听见你说一些法国的事情。不好意思啊，领导，我不应该在背后乱说话的。我是在那本《工人先锋报》上看到了关于您的报道，只是报纸上没有配您的照片。没想到您这么年轻，特别是您帮我们华工争取权益，这胸怀和担当一定能够推动我们厂的改革浪潮。没想到还有人记得这些旧事。既然你法语底子扎实，我那儿有一份中法贸易合同的翻译稿，能不能帮忙把把关？厂里要和法商谈设备引进，这事儿耽误不得。没问题。顾丫头，顾丫头呀！哎呦，你快回家看看吧，你婆婆带着几个人往你的屋里搬东西呢。哎呦，还有你小叔子，我瞅着呀，是要占那间空房。快走！看这情形，怕是要起冲突，他一个人未必应付得了。分岁百年，国人漸已醒。哎呦，慢点儿，这是永强的新备肉。哎呦，这口铁锅刚从旧货市场淘的，别给我磕碰了。给我放到这屋啊！还有，把那柜子拿进去，先占这地方。住手！这里是我家，没有我的允许，谁允许你们随便把东西塞进来的？哪里搬来的，统统给我搬回去！嘿，你这个贱人，我撞死你！哎呦，你嫁给我们罗家，这儿就是我家，我让我儿子搬进来，有什么不对的？再说了，我让你把单位的指标借给永强，你还不同意？那我让他搬进来跟我一起住，有什么问题？你搞清楚，是罗永刚和我结婚后，你们才住进我家，这房子写着我的名字。你想要照顾儿子，拿着东西去他家，我懒得管，但要住进我家就是不行。
老天爷呀！大家都来看看吧，这就是我们老罗家娶的儿媳妇儿，真是厉害呀！都快把我这个婆婆给逼死了呀！为了让你们结婚，我是掏空了家底儿，都给你们了。现在永强啥都没有了，我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儿子饿死吗？你说这些啊，没有用。你是嫂子的，你不说帮忙，你还这么自私，你简直就是白眼狼！当初要不是永强牺牲，那永刚没有机会念书吗？还有这工作，这都是你们欠他的，得还！而且你是我儿媳妇，你还敢顶撞我？永强，进去！永强，进去！我看谁敢！你们罗家欠下自己去还，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初结婚，这栋院子包括院子里的所有家具家电都是我父母攒下的。你跟罗永刚算是拎包进来，浑身赤条条的，一分钱彩礼没拿，连块像样的手表都没有。哎呀，这罗家是倒插门啊！这罗家真不是东西。这些年，您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的，有什么脸面说掏空家底？我自私，你把我的工资都收走，每个月都给罗永强20-30块，我装作不知道。现在既然撕破脸，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这些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我？那是我妈给我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还给你啊？你妈半辈子都没有工作，哪里来的钱？不承认？好，我在家里丢了钱，找派出所来抓小偷，没有问题吧？超过100块，至少能让你在看守所待上一阵。别怪我不留情面，看守所至少也算是免费的地方。你好恶毒的警长，你好恶毒的警长，哎呀！你竟然敢推我！你反了天了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明明是自己摔下的，却说是怡如推的，哪有这样当婆婆这么撒泼的？可不是嘛！人呢？他没完呢！给我搬！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搬进去，占着地方！今天只要有我在，谁都别想进！妈，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蛮不讲理了？家里那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让永强住进来怎么了？咱们俩好歹是夫妻，至于分得这么清楚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这一家吸血虫，还真当我是当初那个任劳任怨的顾怡如呢。好，不用分那么清楚。那你把工资都交给我，家里的吃喝都由你分担一半。罗永强要住进来，每月给我80块钱的房租，我现在就可以让他搬进来。80块？你怎么不去抢啊？就这一个破房子，你租80块钱，你想钱想疯了吧你？我租。我租。80，我租，可以吗？曾副厂长，你确定要租吗？这80块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我是认真的。曾副厂长，你也看到了，这院子不太平，住在这里怕是会给你惹来麻烦。麻烦我倒不怕，倒是你一个人应付才更不容易。好，那我收拾一下，过2天搬进来。顾一如，
你还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经过我同意了吗？就答应租给他。副厂长才来，你就想方设法的勾引他，见着一个男人就往上贴。曾副厂长，我们家的事情让你见笑了，这房子不租，麻烦您到别处去看看。你也配提廉耻？你顾一如，你个贱人，你竟然敢打我儿子！你个没爸妈的丧门星，你是不是还想克死我儿子？哎呀，我儿子好命苦啊，居然娶了你这么冷血无情的女人，连个房子都不愿意给我们，真是丧天良啊！娶了个不贤的，坑害3代呀！这些邻居们都是人精，以前以为婆婆是个好人，现在看她嘴这么脏，再结合之前的事，都不难看出这罗家打的是要吃我绝户的算盘。我爸妈走得早，就留了这么一间院子给我遮风挡雨。刚结婚时，罗家说暂住，他转头就想着把房契改成自己的名字。现在还想让小叔子搬进来，他们到底是想要跟我过日子，还是想要把我最后一点念想都抢光？这一家人要吃人家绝户，这不行，就是不要我呸！哼！感情之前对一如这么好，这得让人爸妈财产了。房契上写的可是怡如的名字，你们一家赖在这儿算是怎么回事？怡如丫头真是可怜，死了父母，还被黑了心肠的一家给盯上。哎，我说小叔子，你怎么有脸在这儿住呢？我看呀，这房子呀就租给曾副厂长。对，曾副厂长是个实在人，为人正直，怡如可以让他放心住下。顾一如，要不是我哥娶你，你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吗？照你这么说，我爸妈留下的房子，我自己挣的工资，倒成了沾你们罗家的光。我记得上个月工厂才刚给大家开完普法会吧？恶意侵占他人财产是要负刑事责任的。要不，咱们还是直接报警吧。永强，先回去。呸！我等着瞧。这就要受不了了吗？这还只是刚刚开始呢。哎，你听说了吗？副厂长住到顾怡柔家的厢房了，1个月80块呢，这价钱可是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可不是嘛，她婆婆昨天在院里哭得那么惨，当儿媳的连小叔子都容不下，眼里只有钱，还大学生了，连基本孝道都没有。为了点房租，真是连脸都不要了。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咱们厂新来的副厂长曾家里，曾副厂长，从法国考察回来，是咱们厂的技术骨干。新来的副厂长可真帅呀，这气质往那一站就跟别人不一样。这份文件是谁翻译的？给你，一如，谢谢你啊。非常好，曾副厂长啊，想见一见这位翻译员。是我。是我。小梁啊，这次的工作
完成的非常好啊，给厂里争了光。回头啊，给你报3等功。不愧是梁姐，我一直认为梁姐实力出众，俄语翻译在我们当中是1等1的厉害，没想到竟连法语也这么厉害。可不是嘛，这次可是法语翻译，让我照着书查，都得查10天半个月才能翻译出来，还不一定对。我们都要向梁姐学习，到时候评先进啊，我第一个投你。也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厉害了，我也是一朝一夕积累起来的，应该共同学习才是。这说到底呀，也是我们翻译部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今晚我请大家一起吃饭吧，就去街口新开的那一家红棉饭店，点几个硬菜，就当庆祝一下啦。梁姐真是大气啊，不仅扛下了最艰难的工作，而且还带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庆祝。就这不像有些人平时占着工位却毫无作为。哼，得意吧，等会有你们好看。人飞得多高，就会摔得有多惨。好了好了，别说了，我们怡如也一直很努力呢。梁美琴，原来你就这点本事啊！那接下来你可要准备好了。报告厂长，这份文件是我完成的。这份文件是我完成的。怡如，怎么回事啊？我不清楚梁美琴同志为什么要认领这份文件，大家都应该清楚。梁美琴同志平时连法语基础对话都磕磕巴巴，而这份文件涉及高频淬火工艺的专业术语和商务条款，以他过往的水平，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高质量的翻译。水平肯定比他好。你凭什么血口喷人啊？就算我以前发育不好，也不能代表我不努力啊！凭什么用以前的老眼光看我？你别以为你自己会几句法语就高人一等了。就是，美琴最近确实很努力，怡如，你不要太武断了。是啊，你不能否定人家的进步，只顾往自己身上揽功劳吧？什么人呢？这是这么小心眼。怡如，我知道你是羡慕我的翻译文件，被厂长给夸奖了。毕竟这是我们厂里和法方首次合作数控机床的重要文件，意义重大。在我们朋友一场，你也没必要这么污蔑我吧。厂长，我可以看一下吗？既然梁美琴同志坚持说这份文件是自己翻译的，那请问这份翻译文件涉及我厂研发的超精研磨配套高频淬火技术，涉及如此复杂的数据和专业词汇，你为何能在短时间内把内容全部都翻译出来？那是因为我认真查阅，做足了功课，这么重要的内容当然要全部翻译出来。你错了，虽然厂里没有明确的保密要求，但我为了防止技术外泄，还是选择隐去了一些关键信息，例如温度参数、冷却介质配比这2项核心数据，我根本就没有翻译出来。而你连文件里关键信息缺失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翻译过？这世界是互联网的事，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不是他？我只不过是一时疏忽忘记了，你别拿这点漏洞大做文章啊！梁姐，你偷了人家的翻译件，现在还在这嘴硬，要点脸吧。就是行时装模作样，这下原形毕露了吧？既然梁美琴同志坚持说是自己翻译的，那对这文件内容应该了如指掌了。请问 Force Major 条款对应中文的哪页哪行？还有法方要求的高频淬火设备验收标准，在翻译文件里用的是 Depsilock Duplication 还是 Normal Descent？ 自己翻译的文件，连这些最基本的条款都翻译不出来吗？我当时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词典找的，现在想不起来也很正常。一如，你别得寸进尺啊！居然还在嘴硬，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接下来就容不得你辩驳。梁美琴同志，
你猜这个法语到底是什么意思？Prediction per 顾宜如，这行法语的意思是顾宜如意是我的属意，是我的属意。所以，到底是谁偷了谁的翻译成果？我们错怪易如。是啊，绝对是他偷易如姐的。我也相信易如，易如的水情呀，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对，难道真的是他偷的？早知道刚刚不帮他说话了。给你，易如啊，谢谢你啊。原来那天他就设好了局，跟我跳进圈套。顾易如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了？难道之前是我小瞧他了？顾于如同志翻译水平高超，心思也很缜密。看来事情的真相已经很清楚了。易如，我这几天身体不太舒服，脑子昏昏的，拿文件时手忙脚乱的。现在仔细看来，才拿错了你的翻译件。我真不是故意的。梁美琴，你窃取同事的成果，你这品性有问题。扣除半年奖金和当月工资，记大过一次，写入人事档案。如有再犯，立马开除。我们不需要品行不端的人。顾易如，这个仇我一定会报回来。梁美琴同志，请你注意态度。拿错文件，说的好听，狐狸尾巴都露出来了吧？偷东西啊，都不会找一个高明点的借口。梁姐这演技，不去演电影啊，真是可惜了。就是。Procédé delusion， 空案是威尔士尼。Parfum Bessé, die Helen Police Merci coup, Jeanne de Hanit。我知道你都看在眼里，你让我自己处理这些事，是因为你相信我的能力，这就是我谢谢你的原因。你完全可以捍卫自己的权益，我能做的只是尊重你，并且支持你。小顾啊，你这份文件呀，翻译的真漂亮，法方代表看了以后那是直竖大拇哥呀。翻译科呀缺一位副主任，你业务硬，责任心强，你愿不愿意担起这副担子呀？我愿意，谢谢厂长，谢谢组织的信任。哎，你不用谢我，是曾副厂长啊，上周在党委会上建议要给技术翻译领域表现突出的同志啊晋升的机会，所以呢才有了这个空缺。有能者居之，这本就该是你的。没错，这本就该是属于我的，我只是把被夺走的东西拿回来而已。但是这可不是结束，梁美琴，好戏才刚刚开始呢。你先看看满不满意，要是觉得不行，房租钱我退给你。很满意，屋子朝阳，窗户也很大，通风也不错，能租下这一间屋子，80不亏。那就好，那我再收拾一下。哎，不用收拾，这已经很干净了，剩下的活让我自己干就行。那怎么行？你是副厂长，不能让你干活。回来。一点小活而已。一如同志，你先去外面休息吧。那你吃饭没？我去给你做点吃的。这80块的房租实在不便宜，我收着都觉得是占便宜了。
好呀，确实有点饿了。那行，那你先收拾着，我去做饭。一如，你和罗永刚之间，恕我冒昧，只是罗家人的做派实在难称得上真心对待。我有些好奇，当初你为什么选择跟他在一起？我父母走得突然，那年夏天的暴雨，把我家的小船打翻在河里。那时的我整日浑浑噩噩，是永刚整日陪在我身边。婆婆帮我熬汤药，小叔子帮我处理后事。后来永刚提出了结婚，我就答应了。可有一日，厂里的王会计喝醉了酒，无意之中说漏了嘴。那天永刚就在这岸边看着，他既没跳下去救人，也没跑去喊人。他们怕是想吃绝户吧？这些年，你受了不少苦吧？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病入膏肓，被赶到柴房独居，他们却连1粒米都不愿意施舍给我。饿死了才好，什么浪费粮食！这病啊，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他是我跟美琴的亲儿子。后来，不过幸好醒来了，一切可以从头开始。那时的我太傻，被那些所谓的虚情假意蒙住了眼。你不是傻，是太善良。善良本是珍宝，可若没了锋芒，就成了豺狼虎豹的诱饵。但现在的你，眼里有光，心里有底，这样很好。谢谢你。原来被人理解是这样的感觉，就好像自己独自在黑夜里走了很久，终于看到一盏亮起的灯。一如，不好了！我家那口子刚从巷口回来，说看见你小叔子带着一帮人往这边来了，永刚也在里面，看样子他是想帮他弟硬搬进来。看来他们是算准了我搬进来的日子，是想故技重施。他们休想！我绝不会让这些吸血鬼得逞。永刚哥，这是怎么回事呀？谁知道他犯什么浑？好好的房子不给我弟，非要租给那个什么厂长。想攀高枝我可以理解，可是也不能踩着自家人往上爬呀。永刚哥，你多委屈啊！杨美琴，你可真是记性差。昨天你拿着我的文件冒领功劳，今天就这么急着在我面前装无辜啊！我呸！瞧瞧啊，长得人模狗样的，原来啊一肚子坏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连人家的劳动成果都敢抢，心肠比那墨斗里的墨还黑。这件事就是个误会，我都已经解释过了。一如，你为什么还要揪着不放呀？哦，一场误会就能让厂里下这么重的处分，扣除半年奖金和当月工资，记大过处分，写入个人档案，被警告开除。你当大家伙都傻子呀？你真的不好。我能作证。哼，昨儿个在厂里，厂长当着大家伙的面都说了，这事儿铁板钉钉，你还想狡辩？是。天哪，写入档案，
这可是跟一辈子的污点，以后评先进涨工资可都别想了，这都全完了。可不是嘛，这记大过呀，档案里一笔一划都记得清清楚楚，你就是跑到哪儿啊都脱不掉，是吧？够了，一如，你为什么非要针对美琴？她又不是故意的，你翻译水平这么高，帮帮她怎么了？大家都是一家人，非要闹得这么难堪吗？顾一如，你个丧门星，不孝顺的恶媳妇，放着自家小叔子不让住，非要租给一个外人，你安的什么心呢？是想把我们罗家的脸丢尽吗？当初我儿子不知道怎么就瞎了眼，娶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我看曾副厂长住这儿合理，那人家一如的房子爱住给谁住给谁住，那房本上明明白白写着他的名字，你难道还想抢不成啊？再说了，当初让曾副厂长入住，那满院邻居听得清清楚楚，现在想反悔，怕不是为了惦记那点房租？你想钱想疯了吧你？就是当初说的好好的，我看呀，他就是眼红人家顾姑娘的房租。你放屁！是他威胁我们要报警，我都问了隔壁街的季婶了，人家都说了要保护老人，不能不孝顺，怎么任一个儿媳妇领着外人进门呢？混着季婶，巧了，我怎么听说季婶的儿子正打着邻居寡妇家的房产主意呢？你们凑一块儿商量的是怎么吸干我的血，吞掉我的房吧？今天又来到，他是季婶在背后给你们出的馊主意。永刚哥，别冲动，咱们没必要跟他们置气啊。哼，行，听你的。这郎情妾意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两个才是正经夫妻。就是上次大晚上的孤男寡女的抱在一起，要不是突然起火，指不定闹出什么丑事呢。就是你当我们眼瞎呀？那天那衣衫不整的样子，清白早没了。你们，哎呀，翻了天了！这房子也有我儿子一半啊！你看看人家美琴，人家哪像你这么不识好歹呀？当初啊，要是美琴嫁到我们家，哪有这么多糟心事啊？妈，你别乱说，美琴可是一如的好闺蜜。好一个闺蜜，闺蜜不帮着我说话，反倒帮着外人。明知道罗永刚是我的丈夫，还这番勾勾搭搭，作风可真够正派啊！真是我历经，真是，哎呀，哈哈，是我看错了顾一如啊！哎呀，你没了父母，我儿子可怜你，对你好，没想到结婚以后就这么回馈我们呐！哎呀，我们家人怎么这么的命苦啊？都被这个顾一如给骗了呀！你说这话亏心不？要点脸不？哼，我活了大半辈子了，就没见过你这么颠倒黑白的。妈，是顾一如冷酷无情，咱们不跟他一般计较，谁让我跟他结了婚呢？把软饭硬吃说的这么清新脱俗，我真是大开眼界。你们母子吃我的用我的，现在倒成了受害者，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真不敢想象，工厂里维护机器的工人竟是你这种狼心狗肺之徒！我呸！哼，我真应该向厂长好好汇报汇报，免得你哪天为了利益做出偷工减料、危害工厂的事儿。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再说了，顾一如也没有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我只看到你们这一家子对着他咄咄逼人，所以这房子我租定。我倒要看看谁敢闹事。算什么东西？信不信我撕了你？
这么猖狂，还想打人呢？听说他曾副厂长是京城来的，背景深厚，他还敢这样嚣张？这下有好戏看了。罗永刚呀，怕是要倒霉了。作为工厂的技术工，技术重要，人品更重要。工厂可容不得道德有瑕疵的人。另外，你母亲刚才辱骂了顾一如，是不是该道个歉啊？我给曾副厂长，抱歉打扰了，请问曾副厂长在吗？林秘书，林秘书，找我什么事儿？曾副厂长，这是苏联专家刚传过来的设备调试参数，厂长催着您亲自确认，明天还要开协调会。现在可没人护着你了吧？想让我跟你道歉，做梦吧你！妈，别说了，道个歉吧。让我道歉，凭什么呀？我都一把骨头了，让人记到我的头上欺负！哎呀，老天爷呀，你咋不睁开眼看看呢？哎呀，伯母，您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既然怡如不肯松口的话，那我替您赔个不是，毕竟你们都是一家人，何必那么计较呢？顾一如，你看看人家美琴，再看看你这个丧天良的！永刚啊，早知道娶了美琴多省心呢，何苦绕那么大一个圈子？当初就不该那么让他爹娘落水。当初就不该那么让他爹娘落水。你说什么？这里头还有猫腻！不会吧？竟然跟他们有关系！我妈胡说八道的，她的意思是怪我当初没有能救你爸妈。我早该想到了，我原以为你懦弱无能，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爸妈溺亡，原来你早就觊觎我家的财产，还要给我安一个坑死父母的罪名。林秘书，有件事需要你帮忙。顾玉如父母当年落水的事，需要你帮忙调查清楚。我还听说，当时有目击者看到罗永刚就在现场，也希望你一并了解清楚。这件事事关重要，务必谨慎。曾副厂长放心，我一定尽力。好啊，既然你们听记者的话出尔反尔，那我现在就报警。咱们一块去派出所把话说清楚，一并调查我父母落水的事。我倒要看看法律会不会护着你们这些豺狼。一如，你别冲动，永强他不住了，咱们俩一日夫妻百日恩，有话好好说，你别报警。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不仅罗永强住不进来，你们都得给我搬出去！你们都得给我搬出去！一如，你别冲动，你爸妈当年溺水那天，我真的只是路过，我不会游泳，我只能眼睁睁的，我也很自责呀。永强他不住了，不住了。曾副厂长想租就租，但是我和妈不能搬出去啊。咱们结了婚就是一家人。哎呦，大伙给我评评理吧！儿媳妇要把钱婆婆扫地出门了，这还有天理吗？这是我的房，我有权利让谁住不让谁住。不愿意搬是吧？那我明天就去街道办申请离婚。按照婚姻法，
你们一个都别想赖着。一如，不离，不离，我对你是有感情的呀。永刚哥，现在不能离，等他的房产、存款到手了再说。这悄悄话说的，还真是一副郎情妾意的模样啊！你少血口喷人，倒是你不像是婆婆，心思歹毒。要是我婆婆的话，我肯定会把她当成亲娘一样伺候，洗衣做饭、端茶倒水，绝对不会让她受一丝的委屈。美琴呐，还是你好啊！我算是看清了，早知道啊，就该娶美琴这样的好姑娘当我的儿媳妇。我呸！你们看了吧，这一家人的丑恶嘴脸藏不住了吧？我早就说了，这俩人早都勾搭在一起，合着我欺负一如，搬出去对，不然呢，指不定怎么欺负一如呢。对，房子明明是顾丫头的父母留下的，罗家人厚脸皮赖了这么久，就该搬出去了。妈，别再说了，再说我就完了。我说什么了？我都是为你好啊！为我好？我看你就是为了永强，为了你的私心。你说什么呢你？狗咬狗的戏呢，终于开场。哎，我不管，反正今天有钱必须住下来。你是他亲哥，你必须包的。妈，房子一如想租给谁就租给谁。永强都这么大了，成天只知道游手好闲。要不是你从小就把他捧在手心上，他至于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只知道在家啃老吗？上个月运输队有个活，他才去干了3天就嫌累跑回来了。现在有什么脸面要住的地方？罗永刚，你这话什么意思？现在都成了我的不是了？大哥，你这样说就没意思。小时候家里穷，你上学的钱那都是妈省吃俭用一分分抠出来了。你现在有工作了，有老婆了，你就嫌弃亲弟弟了。永强，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啊！你摸摸自己的良心，这些年你都干过什么？初中没读完你就辍学，成天只知道和你那帮狐朋狗友喝酒聊天赌博。这么些年，你败了家里多少东西？哎呦，我的永强啊！好啊，你翅膀硬了就赶我们出去！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人啊！行了，把永强安顿好，明天就去找工作，省得在这丢人现眼。我不管，你今天必须！妈，真去派出所，咱们占不到半点理。你自己看看周围这些邻居，哪个不是在帮他？我不管，我没地方住，我睡大街去啊！曾副厂长，街道办的严科长家就住在附近，要不我去联系他，让他稍后过来一趟。法治社会讲究证据，房屋归属、纠纷缘由都可以去街道办调解清楚。如果有人蓄意滋事、扰乱治安，派出所也绝不会坐视不理。也好，有第三方出面调解，事情也更能清楚些。曾副厂长举手投足间的儒雅，还有这份从容不迫的气度，永刚哥和他相比逊色了不少。妈，带永强去住宾馆吧。我去了。哎呀，美琪呀，哎，我记得你们家是2室1厅，你一个人住多浪费呀！你这么善良大方，又是永刚的好朋友，肯定不介意永强住进去吧？啊？肯定不介意永强住进去吧？啊？我不过随口说2句场面话，就蹬鼻子上，真当我这是收容所？美琪啊，你咋不说话呢？你跟永刚关系这么好，现在他亲弟弟就要露宿街头了，这
这点小忙你不能不帮吧？伯母，我家里最近在收拾，乱得很。美琴呐，你可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啊！现在有墙没地方住，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睡大街吧？那行吧，伯母，你先别着急，我这就把钥匙给你。还是美琴贴心。那我先带永强回去歇歇啊。永强，咱们走。妈，顾一如，都怪你！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啊？我定要你好看！什么？他们都走了，你还在这干什么？曾副厂长，怡如家这房子啊，确实不错，离厂子又近，上下班可方便了。要是早知道副厂长要租房子的话，我应该多劝劝怡如的。这80块钱一个月，确实贵了些，怡如应该给您打个折才是。这房子是你的，房租多少似乎和你没什么关系吧？听你这话，你倒是像这房子的主人了。还想在曾副厂长这儿献殷勤，可惜他不是罗永刚，不吃你那一套。咸吃萝卜淡操心，人家租房子关你屁事儿！肯定是想攀高枝儿，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啊。怕是看见人家曾副厂长一表人才，春心荡漾了哎！曾副厂长，请进。客厅的箱子我已经挪到屋檐下了，防潮。需要帮你收拾屋子吗？不用，今天这件事闹得这么难看，已经很麻烦你了。你是厂里的骨干，以后咱们也是邻居，关心你是应该的。这张床是我爸当年亲手打的，窗帘是我妈亲手缝制的。曾副厂长，当年警察结案说是意外，可我总觉得……你放心，交给我。这大沙发，比我哥厂里那铁疙瘩强10倍。还是人家美琴会过日子，这家具可比顾家的气派多了。呀，哎呀，这儿有块肉，晚上给永强做个红烧肉面。好。哎，美琴，吃你块肉，你不会舍不得吧？
好啊！你看看人美琴多懂事啊，不像你老婆，连婆婆都容不下。永刚哥，你总不能把我这儿真的变成免费旅馆吧？你让你弟弟住进来，我一个姑娘家传出去名声多难听啊！大哥，住这儿多舒坦啊！你早知道就住这儿好了，何必呢？人家美琴对咱们好，那是她一片好心。住在这儿终究是不方便，咱们又不是没地方住。不方便？那顾一如跟那什么副厂长肯定是看对眼了。那副厂长护他护的跟眼珠子似的。你怎么回家？如果不是你有家不能回，我会拉下脸带着你弟弟来找你。我能死乞白赖的住在人美琴家。我有钱，咱们住旅馆总行吧？住旅馆？你咋不把钱给烧了呀你？哎呦喂！你把死的早哎！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们给拉扯大，这日子才刚好过一点儿，你就开始花钱大手大脚了。你到底有没有考虑我这个当妈的呀？行了，我再去找顾一如聊聊。对，明天必须让他先认错。顾一如，都是你害的，留给我这烂摊子，把我家糟蹋成这样，这笔账迟早让你10倍奉还。顾一如，你还真是铁了心要把我们赶出去吗？你来的正好，赶紧把东西搬走，省得占地方。搬完了，咱们去到街道办。去街道办？离婚。新修订的婚姻法写得清楚，夫妻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咱们这情况，街道办的同志一看就明白了。我不同意。我看顾一如，你疯了！好好的日子不过，离什么婚？就他家事儿，我啥情况啊？来的正好，今天这婚你不想离也得离。这些年我受的委屈，也该让街坊四邻都评评理。罗永刚，你真当我是傻子，什么都不知道啊？罗永刚，你真当我是傻子，什么都不知道啊？上回你们在屋里苟且，说是给我准备什么生日惊喜，可那条项链根本就不是给我准备的吧？就是啊，虚的。你胡说！那条项链就是给你准备的，只是一直没来得及送。梁美琴花钱大手大脚，是出了名的。就她那点工资啊，刚够自己买雪花膏和一些布料，哪里攒得出钱买金器？你每个月比我多15块的技术津贴，却总说厂里效益跟不上没发权，转头就把钱塞给他。我给美琴钱是让他帮我给你买毛线的，谁知道你每次总说颜色不喜欢，所以那钱自然就放在他那儿了。是吗？那他手上的金镯子，敢说不是你买的？百货大楼金铺的钟师傅认识我，敢不敢现在就去问问他？上个月是谁带着一个穿碎花裙子的女人去挑首饰啊？被呆住了！你血口喷人！我那是给我妈买的，美琴的只不过是跟着帮忙挑选。我妈的老人家辛苦大半辈子了，带点金器怎么了？又是这般巧言令色，罗永刚，
我们结婚快1年，你没交过1分钱家用，这就罢了。我们的爸妈把你当成唯一的依靠，把婆婆当亲妈待，结果你们就是这么对我的。是，哼，你这种男人留着干啥？必须离！一如，你不用怕，咱街坊邻居都能给你作证。对，太不是个东西了，吃软饭还搞外遇啊，搁谁都忍不了。美琴扶着您啊，倒像是正经婆媳，赶紧离了这婚，好彻底成全你们。不行，我绝对不同意。大不了我把工资全部交给你保管。你在说什么混话呀？这男人才是一家之主，工资怎么能交给女人去管呢？这要是传出去了，不被街坊邻居笑掉大牙呀！咱们罗家以后还怎么抬头见人呢？啊，这工资都给他了，那他以后还能翻了天去？这你弟弟娶媳妇的钱，我生活的钱从哪儿来呀？难道你想让我喝西北风吗？永刚哥，你把工资给交出去了，咱们俩以前存的那点钱早都花的差不多了，这以后咱们买电视置家具的钱从哪儿来呀？美琴，这只是权宜之计，先把它稳住，这婚绝对不能离。职称评定马上就要公示了，这节骨眼上离婚，厂里肯定会把我撸下来。再说了，他的房子我还没有弄到手里。我没闲工夫陪你们磨蹭，赶紧把行李搬走，现在就去街道办，要不然我直接去派出所报侵占住宅。一如，我都答应把工资全部都交给你了，以后家里大小事我全都听你的，我一定好好对你。你怎么还是这么固执啊？咱俩结婚都快1年了，这时候离婚像什么话？传出去也不好听。厂里的那些长舌妇还不得把你嚼成筛子？罗永刚果然死皮赖脸。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也不必再给你们留脸面了。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找的。罗永刚，这婚必须离。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梁美琴怀了你的孩子。太不像话了！就是呀，你胡说什么？这没有的事儿！怎么可能？连我都是今早醒来觉得恶心反胃，才隐隐怀疑自己有孕，连永刚哥都没来得及告诉我。顾一如怎么可能知道？难道他能未卜先知？不可能的！上辈子能偷偷生下私生子，算算日子，可不就是这个时候怀上的？你为了跟我离婚，故意编造这样的谎言来诬陷美琪，你还有没有良心？这话要是传出去，她一个女孩子以后还怎么做人？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去医院检查一下便知。尴尬。美琪，你是真有了啊？干啥？就这个傻劲，不行，真是。不是我的，是顾一如故意栽赃陷害我。永刚哥，你在说什么呀？你是想耍赖不负责吗？好家伙呀！原来是这样，这算什么事儿啊？还没结婚呢，那肚子都搞大了，这走几年都拉出去游街了。你真不是个东西。就是呢，你说人家都有媳妇儿啊，你看上赶着都往上沾，这下好了吧？肚子搞大了，这几辈子呀就完了。可都不在，依我看呐，这婚必须离。哼，一如咱别怕，咱现在就去街道办，让他们给你做主。像这种男人还不赶紧踹了啊？留着过年呐！离了好，离了，赶紧离了。哎呀，这个那啥，哟。我是街道办的陈主任，今天下午来片区走访，碰见曾副厂长跟我说，这里有家庭纠纷，涉及到离婚问题，我就过来看看能不能帮忙处理一下。辛苦陈主任了。
这边的事情确实需要好好调解。顾玉如同志是厂里的骨干，遇到这种家庭纠纷，也会影响他的正常工作。罗永刚、顾玉如是吧？根据婚姻法第3章25条，夫妻双方感情破裂，经调解无效，准予离婚。刚才听诸位邻居反映，还有曾副厂长提供的情况，你们这事了调不了，直接办手续吧。罗永刚，我们夫妻多年，就到今天为止了。这个是离婚申请书，我已经签好字了。夫妻多年，罗永刚，算上上辈子那些年，一共和你做了8年夫妻。当年的夫妻之爱、亲人之情，尽数毁在了你的手里。如今走到这一步，都是你自食恶果。终于结束了，曾副厂长，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个院子的邻居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叫我家里就好。总叫曾副厂长，倒显得生分了。那我在厂里还是叫你曾副厂长，私下里就叫你家里同志吧。这声谢谢必须得说，你每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帮我解了围。这是他们作茧自缚，若不是因为罗永刚婚内出轨，一家子贪图房产，也不会落到这般田地。对了，你是怎么知道梁美清怀孕了？他们背着我苟且了这么久，闹出这种事也在情理之中。所以你是猜的？算是吧。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梦里我和罗永刚收养了一个孩子，我把他当成亲生孩子一样对待。可后来才发现，他是罗永刚和梁美琴的私生子。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我离婚了，这是大喜事。前面街角新开了一家红棉饭店，我请你吃顿饭吧，就当庆祝我重获自由。好。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前进。二位请慢用。我和老板是旧识，他也是从京城过来的。以前他是国营食堂的掌勺，手艺自然是不错，但总说被条条框框捆着手脚。现在好了，这政策一放开，却又揣着3年的积蓄就盘下了这家小店，每天天不亮就去码头挑鲜货，晚上关了店还得盘账。不过比在食堂时精神多了。确实比国营食堂要灵活得多，买菜不用凭票，定价也能自己说了算，这才是政策放开的好处。能者多劳，多劳多得，像咱们厂不也在实行计件工资吗？道理是一样的。你倒是看得很通透啊！老板的侄子上个月开了个电子厂，招了10几名员工，专给收衣机做零件，这订单都排到年底了。就连咱们厂的零件啊，有一些也外包给了个体户做。没错，上辈子到了1985年，个体户的春天就真的来了。那时候国营厂的外包业务遍地都是。这是必然趋势，市场经济火热，才能致使技术进步。像咱们厂的一些标准件和附属零件交给个体户加工，成本也能降下来不少。而且人民日报也发表了社论，鼓励个体经济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市场经济火热，外资入驻，进出口贸易做得红火，政策放开了，机会就在眼前。
你似乎有想要离开场子的想法，是吗？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想法很疯狂？毕竟国营厂的铁饭碗，谁不想？上辈子跟罗永刚提过这想法，他当时就骂我不知好歹，放着厂里的铁饭碗不要，一家人更是指着鼻子说我疯了。不过现在才1983年，觉得这想法疯狂也很正常。不会。所以你也支持我的想法，对吗？现在这个时代，许多人缺的不是技术能力，而是在机遇面前的眼界、勇气和决断力。政策都在往前跑，咱们的思想总不能一直停在原地吧。阿里斯库哈莎。大家都过来一下。刚刚接到上级的通知，有一批苏联进口的设备急需俄语翻译。厂长，我可以，俄语是我的强项，您给我个机会吧。虽说美琴最近那件事儿闹得不好看，但论俄语水平，她确实是专业的呀。别了吧，谁不知道她那些丑闻啊？整天心思都在男人身上，哪有精力搞翻译？要是译错了，耽误了事儿，谁担得起这责任呀？厂长，之前的事情我已经受到了记大过处分，工资也降了。这次我就想好好表现，证明我还能为厂里做事。美琴，不是我不给你机会，你这未婚先孕的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厂里边都知道了。上级要是问下来，不好解释。再说了，这个任务急，天天都得加班，你这身子骨受不了。一如，我可听说你的俄语不错呀。作为翻译科的副主任，这项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吧。谢谢厂长，我一定保质保量的完成。我自己来就好。你看你啊，淋湿了大半，赶紧回屋洗个澡换身衣服吧。我去烧个饭，反正也是一个人，晚饭就一起吃吧。你先去洗吧，淋了雨别着凉了。晚饭我来煮，正好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你会做饭？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自从爸妈走后，已经很久没有人特意为我做过一顿饭了。跟罗永刚结婚的那几年，每天都是我围着灶台转，煮一大家子的饭菜，都忘了被人照顾是什么滋味了。那我以后就经常做给你吃。啊，我先回屋换身干净衣服，你也赶紧回去换身干的吧，不然真感冒了。这是家里落下的，没想到他的字迹这么好看，笔锋遒劲又不失秀气。如也是在一杯，让身体弥漫愉快的疲倦，从胸口到身上。我先出去了。
我短暂地爱上这世界，不是故意的。这样的世界只在今夜。是故意的也没关系。这是怎么了？这种心慌意乱的感觉，连上辈子都从未有过。只在今夜，只在今夜，只在今夜，只在今夜。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你尝尝这个，炖了足有半个小时，连土豆里都藏着肉丸。脆弱和远远，也许你没想到曾副厂长还真是深藏不露呢。你喜欢吃，下次再给你做。好啊。哎，对了，厂长把苏联那批设备的翻译任务交给你了。上午刚通知了，下周一又得交初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今天下午去仓库查资料，听见梁美琴在跟仓库管理员打听那批设备的到岗时间，还追着问技术科是谁负责对接安装的。防人之心不可无，他最近这段时间在厂里处处碰壁，保不齐会在这上面动手脚。等你译完，我找技术科的老周再核对一遍，他和苏联专家打过3年交道，术语方面很熟悉。家里，谢谢你啊！我怎么感觉你已经猜到了？你就一点都不惊讶他会出手对付你啊？梁美琴的性子我太了解了，她现在在厂里处处受排挤，工资降了级。嫉妒评优也随之落选，街坊邻居凑在一块更是没少议论他的事。我还听说他远在徐州的父母原本在弟弟家带孙子，还特意给他写了信，说是要跟他断绝关系。他能忍下这口气，不伺机报复才不正常。是，狗急了是会跳墙的，这种时候最容易急眼了。梁美琴走到这一步都是他自找的，可是他从来不会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永远把账都算在别人的头上。他想要报复，我接着便是，绝不会让他得逞。梁美琴8成是想在翻译稿上做文章，等设备安装出了问题，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如果真是这样，梁美琴，就别怪我让你自食恶果了。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天天放着破歌，烦死了！美琴，这都快8点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以往这个时候啊，顾一如早就把热汤端上桌了，你好歹也搭把手啊！伯母，我这怀胎还未满3个月，医生说胎象不稳，劳累不得。这万一有个损失，您的金孙可就……哎呀，哥，今天晚上吃什么呀？鸡蛋羹、炒豆角、胡萝卜丝炒肉丁。要不然咱们还是出去粥铺凑合一顿吧。巷子外那鱼片粥卖还挺香，
再说你这厨艺也不好啊，上做菜都没手。有的吃就不错了。你以为还在顾一如家呀？有这功夫，你出去找点活干，哪怕去码头上扛大包，也能补贴点家用。凶什么凶啊？自从你和顾一如离婚之后，咱家过得还没以前好。最起码顾一如做饭做得好吃，干家务也勤快，每个月还能存点工资。闭嘴！晚饭你们自己想办法，我出去散散心。不是，你这孩子，永刚哥。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不，晦气！你看，星星都出来了，明天准是个好天儿。上辈子每天围着罗家人打转，被大大小小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根本没有闲心抬头欣赏夜色。原来头顶上的星空这么璀璨，是我错过了太多好光景。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这种心跳漏了一拍的感觉，难道我真是铁树开花，喜欢上了他？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刚才在想什么呢？没什么，在思考一些事情。什么事儿？我有一些猜测，可能听起来有一些荒唐。你说，我听着。这几年的政策越来越火，我觉得明年会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国营厂搞横向联合。咱们厂的手表齿轮配件，说不定能往深圳那边的个体户厂子销了。就连精密机床组装，说不定都有乡镇企业来接分包活。的确有这个趋势。现在很多民营企业都在打听车床配件的标准。我还猜6、7年后，咱们厂的补偿贸易都能做到欧洲很多地方去，不用只靠法国一家合作了，有些技术还能反过来出口呢。我相信你。夏里，你是不是也想过离开厂子了？其实我一直都在筹备。那让我猜一猜，你是不是想办个精密配件加工厂来接外资企业的订单？顾一如同志果然很聪明啊。那我是猜对了。我还有一个猜测，我猜你是从军区大院出来的。怎么说？厂长每次见你都客客气气的，上次军区来考察精密机床，街道办的王主任还亲自陪着你。还有你这块手表，表盘后刻着的编号似乎是军区工厂的特供款。好眼力。所以我猜对了。我祖父是东北军的老参谋，父亲在总装备部当技术顾问，算是少将军衔。我17岁时在法国学精密机械，毕业时就被安排进了部委。可是后来我看南方改革开放搞得红火，我就想着带着技术去基层试试，毕竟咱们厂的车床精度在全国都排得上号，在这里能把能力
用在实处上。看来我们的曾副厂长心中自有天地，从不被身份框住。政策越来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所以外面的世界，你要和我一起闯一闯吧。一如姐，你的翻译文件放到资料室了吗？已经锁进铁皮柜了，总算能松口气了，我眼睛都快熬花了。事关重大，记得把柜子钥匙交给资料室的老张保管啊。放心，我已经放在了老张的桌面上了。那就好，这可是厂里的宝贝图纸，紧张些总没错。哎，对了，一如，上次你教我的那个法语语法，我总算是弄明白了，多亏了你。不客气。哎呀，走了，咱们去饭堂吃饭吧。我听说今天有粉蒸肉，要是去晚了可就吃不到了。而且一如姐最近很辛苦，咱们多吃点补补啊。走吧。行，好，一起走吧。好。是吧？炒蛋可好吃了。对，我也觉得。咱们多吃一点。对。这群人以前天天围着我转，捧我是翻译和一枝花，现在倒好，个个都奉承顾一如。不就是升了副主任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等着瞧吧，我一定让你笑不出来。梁美琴听见钥匙的事，心里那点歪念头准保又冒出来了。不害人就不会害己，你若非要往绝路上走，那地狱无门，到时候可别怪我没给你留余地。一如，少婶下班了啊！一如呀，这西瓜看真甜。哎呀，刚菜市场抢的，说是保熟。一如呀，你来的刚好，这2张电影票拿好。这原本啊，跟我家那口子说好去看《庐山恋》的，这结果婆婆高血压犯了，还得带孩子赶紧去趟婆家呢。这今晚7点的票啊，不看也是浪费了。少婶，这不好意思呀。哎呀，你跟我客气啥呀？一如呀，这说起来，你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咱该往前看了。我瞧着呀，那曾副厂长是个好的。上次咱车间小李他家孩子发高烧，半夜3更的，是曾副厂长骑着自行车送医院的。就算刮台风啊，曾副厂长也帮咱左邻右舍修房屋。哎，这样的好男人，咱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哎呀，一如呀，我好几次看见曾副厂长给你再在食堂的红汤馒头和卤肉片，他炖呀，肯定有意思。这明眼人一看都能看得出来。今晚呀，你就约他去看电影。这一来二去，我呀，说不定年底还能喝你们喜酒呢。少婶，你都别打趣我了，有啥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了，我得赶末班车了，这票你可得用好了啊！走了。刚才和赵婶聊什么呢？上次你说你喜欢吃橘子，刚才路过了水果摊，看见新进的黄岩病菊，去买了些。谢谢你啊，家里。对了，刚刚赵婶给了我2张庐山恋的电影票，今晚7点的。有空吗？当然。家里，我有话对你说。让我先说，我是男子，该我主动。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為何你的嘴裏總是那一句？為何我的心不會死？明白到愛失去，一切都不對。曾嘉丽，我又為我何也喜歡偏偏喜歡你？我决定就为了你，为了你勇敢任性。世界在对我在左右，又何惧？总有一天这一切变成回忆，所有风雨到万事人生风景。这个数值我提前调查过，只要错10度就会导致机船报废。顾一如，到时候你可就不是被处罚，而是被开除了。这都是你自找的。厂长，梁美琴，梁美琴，你太过分了！你偷别人翻译稿邀功不说，现在竟敢篡改重要参数！根据工厂纪律条例，这是要送去劳教所的。厂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就是一时被惹毛了心，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你就原谅我这次嘛。从今天起，撤销你翻译员职务，下放车间当水所，大过写入个人档案，还有取消你的全勤奖金，再给我写5000字的检查，贴到工厂的公告区，我要让全厂职工统统引以为戒。那个换衣服怎么不把门关好啊？要是让别人看见了多不好啊！好，听顾同志的，只给你看。对了，技术科的同志去车间核对设备了。厂长说咱们的曾副厂长是技术科的负责人，让我直接把译稿拿给你。好，等我核对完，送去调度室。那天还要谢谢你，把厂长刚好带去了资料室。不用谢，他敢动厂里的设备参数，本就该付出代价。何况你我之间不必这么客气。既然译稿送到了，那我先走了。等一下。等一下。
好了。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好喜欢你，像春天的花朵盛开在夏夜里，像北风吹过雨后泥土的香气，像迷途的旅人到达了目的地，像飞舞蝴蝶被绚烂色彩吸引，像流传许久神秘的爱情咒语。好了，我真的要走了，去医院看看梁美琪。如果我能给你短暂的开心。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看我被架放到车间，又没了孩子，你很得意吧？我没有取笑你的意思。你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家根本就是吸血鬼，我要将他们赶出我家，那罗文刚就对我动手了。上辈子我收养的孩子虽然是他们的私生子，却被我教得懂事又孝顺，是那世身边唯一待我好的人。梁美琴罪有应得，可小孩是无辜的，看她流产，我心里也不太好受。真的没想到会这样。可怜的孩子，如果能活下来，一定是个好孩子。得了吧，你看完笑话就赶紧滚，不想见到你。事到如今你还是这样，不知悔改。你是俄语系毕业的大学生，进工厂时是厂里最年轻的技术员。你父母弟弟每次来看你，都要跟邻居夸你有出息。论俄语水平，厂里没人比得过你。你本该在翻译科发光发热，可你却目光短浅，心思都花在勾心斗角上。罗永刚自私自利，可你偏要依附他，为了争风吃醋，毁了自己的前程，不可惜吗？够了！你少假惺惺！你不就是想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好上我当科长。我打算离开厂里了。什么？不可能！怕你见了梁美琴心里不舒服，想了想，还是过来接你，我才放心。谢谢你家里人。对了，关于你父母落水的事儿，有了些眉目。当年罗永刚去找你父母提亲的时候，被你父亲用船桨赶了出来。罗永刚走的时候，看见了你父母渔船的缆绳松了半截。他不仅没提醒，反倒趁着你父母不注意，又松了一些。那天风大，船被浪推得往河心飘。等你父母发现，想往回划时，缆绳彻底松开了，船桨要落在水里，没有固定好。当时罗永刚就躲在岸边的芦苇丛里，眼睁睁地看着船翻。从头到尾没吭过一声。他们可真恶毒，你可是2条人命。
不过好在，黎明叔有了新的线索。当年放鸭子的老陈头就在河的对岸，亲眼目睹了全部过程。只可惜，他后来跟着儿子去了新疆兵团。他侄子说，去年冬天就断了联系。不过我有个老同学，现在就在新疆建设兵团，我已经写信告诉他，说他帮忙寻找，一定会有好消息的。谢谢你，家人。一如，我已经听了太多次谢谢，我倒是想听点别的。别的？什么别的？例如，我爱你。顾一如，我爱你。我已经提出离职了。一如，你有这样的勇气，很了不起。我也跟厂长提出了停薪留职，技术部的新项目，我也准备交接给老张带团队跟进。下个月，我就能从厂里正式离开了。这段时间你先跑起来，我也和老同学打听了外资企业的配件需求，过2周就能把第一批需求清单给你。厂房我也看好了，就在城郊的废弃的农机站改造一下，正好用得上。我也托人办了租赁手续了，你就大胆去做，我会帮你处理好厂里的技术难题，对接供应链的事儿也交给我。原来你都帮我想好了这么多。一如，我知道你的能力，也见过你发光的样子。往后的路，我会站在你的身后，看你昂首挺胸地走向前，走向你最想要的未来。有你在，我更有底气了。干了20年，手里的轴承都磨坏300多个，现在说裁就裁。去年我男人下了岗，我这要是再没了活，俩孩子学费怎么办呢？当初进厂时敲锣打鼓带大红花，现在一张纸就把咱们打发了。兄弟姐妹们，兄弟姐妹们呐！哎呦，兄弟姐妹们都别发愁了，好消息啊！一如的公司要招工啊！刚才我路过他的品牌店，看见窗户上贴满了招工启事，说要招收30个技术工呢，还得交劳保呢。一如，就是当年从厂里辞工的那个顾一如？可不是他嘛！一如的公司叫怡和，人家说了。怡和这俩字儿取的就是怡然同心、和衷共济的意思。知道大家难，特意腾了新厂房，就是要拉咱老同事一把，要一起熬过这个坎儿啊！真是没想到啊！走，去看看，说不定还能赶上填表呢。走，走。把姓名、年月日都写好，大伙儿快瞧呀！这就是咱们怡如的公司，整3个厂子，镇上2家品牌门店，市里还有1家。听说上个月发往法国的那批零件，光是提单都半尺厚呢。欧洲的订单到现在还在那邮局堆着呢。一如，给一如啊，真是多亏了你啊，不然我这双手怕是只能去菜市场帮人卸白菜了。钟师傅，您客气了，是改革开放的浪潮推着咱们往前走。一如，你就是心善，还给咱们交劳保，都是应该的。
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把活干好。都4点半了，家里该接念念放学了。我去吧，你在这儿盯着，晚上就不做饭了。我们带上念念去红面饭馆吃吧。老板突然捎话说他添了个大胖孙子，我们去沾沾喜气。行，那你跟念念说，让他乖乖等着妈妈。好。梁美琴，我是外科主任，孩子会被糖吃了。美琴，回家吧。回家了。俺家的房子收拾好了。我不回，我要住大洋房。我是外科主任，我还要去开会呢。我要去晚上去，我就回家去。我是外科主任。儿子会被糖吃了，你咱回家吧。闺女，咱回家了。我是外科主任，就是梁美琴的父母，从徐州老家来的。以前他父母非要跟他断绝关系，看到女儿成这样，终究是于心不忍呐。也不知道这梁美琴怎么就疯了，听说是得了臆想症，天天念叨着自己当上了主任，生了大胖小子。住上了带院子的房子，罗永刚一家就更惨了。那个罗永刚入狱了，你知道吗？听说过一些。你爸妈当年溺水那天，我真的只是路过。当年我们把证据提交给了检察院，坐实了他蓄意杀人的罪名。想想也是后怕，枕边人竟是杀害你父母的人。他入狱后，他妈跟着小儿子去了其他城市，小儿子也不知道进了什么黑厂，去年冬天都杳无音讯了。听说老太太现在还在捡烂菜叶子度日，有时还蹲在那街边乞讨呢。哎，这就是作恶多端的下场啊！是啊，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看他在吃，是不是啊？念念，你看这个小金鱼的肚子啊，被你喂得鼓鼓的，要是再喂下去就要生病了。咱们把这个米留给外面的小麻雀吃，好不好？爸爸妈妈说金鱼不能吃米饭，会撑死的。来，过来。来，妈妈抱你。念念吃完了，爸爸妈妈带你去公园玩，好不好？好。你看你吃的跟小花猫一样。妈妈，今天老师夸我画的画好看。哦，是吗？那念念画的是什么呀？画的爸爸妈妈和念念。我看看。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